锦衣娘，让一下，借过。颜相，慢一些。六娘，娘，你被放出来了。你爹有良心，写了诉状，说我是外嫁女，已经是严家的人了。是张相，张相派人传话允我写的，人是大格岭派内卫府的人陪我接的。夫人，大格岭已经进宫了。娘，您受委屈了。我没事儿，就是你小舅舅，你舅舅他。太皇太后圣明，救皇太小人所为，与先王无关，与我族人更无关。先王与我不要自欺知音赏识，这一切都是来罗之的阴谋。太皇太后英明，还先王清白。金藏，娘，金藏，娘，死到临头还敢胡说！来人，抬他入瓮！来罗之，你竟然敢当街行私刑！来忠诚，我还有话要跟你说。这个秘密，我只能告诉你一个人。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乐师，我倒要听听，你这垂死之言，到底要说什么？我和我的族人遭此一劫，都是拜你所赐。小舅，谁敢？阿藏，退后！小舅舅，幸好星儿，一定要把这封血书交给太皇太后，照顾好自己。还有你，阿藏，小舅舅，阿藏，阿藏。这也是。来罗之，你连给太皇太后的证词都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抢夺了吗？退后！什么？金藏死了？哀家什么时候要叫他死啊？啊！金乐师不堪受辱，在长街游行中为先王喊冤，称一切都是来忠诚阴谋策划，随即便当街自尽。这是金乐师死前写就的血书，请太皇太后明鉴。太后！哀家什么时候啊？我什么时候要金氏一族的性命了？太皇太后，金藏其人蛊惑人心，妖言惑众，死前还要攀咬栽赃微臣，微臣实在是冤枉啊！来忠诚小事化大，
将一场普通的宴饮闹成一桩血案，如今金岳氏当街惨死，朝中众说纷纭。御茶司也不再适合审理此案，还请太皇太后将金氏族人交由内卫府看管。太皇太后，不可！好了，到现在还要争权，你们真不叫我省心。沈爱卿，你既然不怕脏污，非要插手，那金氏家族就由你来看管吧。谢太皇太后。微臣拜见太皇太后。你真是个聪明之人呢，可你就不怕没有哀家传召，哀家治你个深更半夜闯宫之罪吗？太皇太后若要降罪，臣只能领罪谢恩。你知道吗？直至今夜，哀家翻阅了金藏留下的这些乐谱，才知道他竟然陪了哀家这么久。环郎也不知道让着许娘一点儿。这手谈怎能相让？就算你输了，姑又不会罚你。输了不罚，那赢了可有赏啊？你想要什么赏赐？如果雪儿赢了这局，环郎让雪儿做太子妃可好？好，一言为定。智者见于未萌，菊儿这首双飞燕看似简单，却有连绵不绝的后招。此局竟然是姑输了。那环郎可要说话算话呀！好，姑允你。
从哀家进宫的每一次献舞，到哀家的每一个大日子，每一个不眠之夜，他的箜篌从来没有缺席过。这卷还没写完，他是打算在明堂新建后的大典上演奏的。他从不多话，从不安静到我经常忘了还有这么一个人，好像在帘幔后面放的只是一架箜篌。在我心烦的时候，这架箜篌就自动地会弹奏，抚慰人心的曲谱。这架箜篌今后再也不会响了，都怪哀家。可哀家只有这么一个儿子，你知道吗？哀家小时候算过命，算命先生说，哀家的光辉太盛，会灼伤我周围的人，还说我最终会落个孤独下场。我当时很生气，还找了个人去打了那个先生一顿。可如今想来，他是对的，没有一个人能陪着哀家走到最后。沈爱卿啊，哀家知道你也一直想要个答案，待此事完全了结了，我会给你个答案。还没有休息？在想小舅舅。我知道你与舅舅亲厚，自然悲痛难免。明日我送你回严府，好好陪陪金姨娘。人死不能复生，突然悲伤没有什么用。我是在想，小舅舅死前说的那几个字：心口火额。莫非是金月氏知道了什么火额门的事？小舅舅手无缚鸡之力，
明明知道根本不可能伤害到来罗芝，临死之前却竭尽全力也要冲上去撕扯他的衣领，是为了什么？仅仅只是为了羞辱他吗？锤锤回来了吗？找到锤锤了吗？你说他这是去哪儿了？这是，他万一出点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向他死去的娘交代呀？你说，你放心，我再去找找，一定把他找回来。好。还真是不怕死。区区一良人小儿，也敢擅闯我来府？你把陆锤锤藏哪儿了？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一良人江郎行，夜闯中城府，言语无状，罪无可赦，关入御茶司发落。我一良人的手下，绝不会再有第二个孙谭。学艺不精，还不快滚回去！徐帅不问青红皂白，就伤了我的人，总该给我个交代吧？来罗芝，你自己做了什么？你心里清楚。事情闹大了，究竟对谁不利，也未尝可知。而且你别忘了，皇宫大内里拿东西，我都探囊取物。你这里若藏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，本帅也自有办法拿回去。锤锤，锤锤。锤锤，锤锤，锤锤！一个小丫头而已，你竟然如此上心。你懂什么？这个世上，我孤零零一个人，只有他能懂我，能真心怜我。
是你的家人呢？我是你的姐姐。凡是坏我事的人，我一个都不会饶恕。我要一个全部拔除。我一直在想，我应该用什么办法，让你永远消失在这个世界上，又不被他发现是我做的。哼，可惜，用毒和杀人之法，他比我都精通。不过我现在想明白了。与其让你死，不如让他永远得不到你更重要。徐帅。陈帅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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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怎么样？我看看，受伤了吗？陈帅，陈帅，是我。笨蛋！你为什么现在才来啊？你是个大笨蛋！我去来府救你，遇到徐帅解围，我才知道他已经把你救出来了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我差点就以为我见不到你了。是我没能保护你，从此以后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再受任何伤害的，锤锤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什么？你被抓走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我怎么完全不知道？他没有把你怎么样吧？没事，我这不好好的坐在你面前的吗？来罗之怎么会突然劫持了你？恐怕锤锤是被我连累了。不是，不是的，柳娘，对不起，我其实之前有件事情无意隐瞒着你。其实我说的御茶司那个朋友就是来罗之。是他。一开始，
我总是在阿娘的墓园里看见他，我以为他是一个心系王母的鬼面朋友，后来他又机缘巧合的救过我一次，我就直到你三姐中毒那一次，他给的确实是有用的药方，他又叮嘱我不要说出去，我就心存侥幸，他是不是有可能想做一个好人？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，锤锤？你是不是真的平时新闻看多了，怎么会相信他的话呢？锤锤啊，要是我跟江郎行再晚点去，恐怕你就要被逼着和那黑罗刹拜堂了。对了，锤锤，我记得你阿娘的墓园是陆伯伯花费千金修建的，为什么他会经常去那儿呢？他阿娘的墓园就恰好在我阿娘的墓园附近，我还去看过一次。那上面看起来是座很不起眼的孤坟，上面还有一个名字，叫碧落。碧落，莱罗芝的母亲，居然会有如此美丽的名字。我看他不过是在锤锤面前故意表演孝心罢了。我是在想，莱罗芝如此处心积虑地接近锤锤，恐怕不只是为了他这个人吧。对了，我在莱罗芝的密室，好像见到一个东西，是登基时用的冕服。莱罗芝可能以为我不太知道那是什么东西，他便直接在我面前展示了。开始我也装作不在意，后来我仔细一看，那上面绣的不是龙，是饕餮。龙生9子，5子饕餮是最为贪得无厌的。看来莱罗芝的野心已经昭然若揭了。徐墨有事，先告辞了。我去送送他。你不能去。你莫不是忘了孙谭？孙谭明知道莱罗芝有反心，却因为没有实证，只能枉死。我们现在清楚有这么件冕服，你却要拦着我。我知道你为孙谭报仇洗冤心切，但是你别忘了，锤锤昨晚被你劫走，莱罗芝明知道他见过那件冕服，焉能没有防备？来府和御茶司，还能比皇宫大内更难闯吗？偷东西这种事，只要我想，没有办不到的。我掘地3尺，也要把莱罗芝藏起来的给找出来。道上的名头的确不是白叫的，但现在的来府和御茶司，恐怕早已布好了天罗地网，等你往里跳，当真会比皇宫还要凶险万分。沈度，你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？男人有了老婆就会变这样吗？恐怕你也很快会变成这个样子。最近香安确实不太对劲，12街坊到处都是南郎和西尘的人，而且都把着街角找房子租铺面，感觉有大事啊。内卫府在盯这些人了，能盯住的，怕只是少数。沈度，若我有事，替我照顾云雀。我也一样。
大哥领。锦藏，做个轻松的吧。锦藏，太皇太后，太皇太后，无妨。今日腊月初8，太皇太后理应赏赐群臣，怎么都这个时辰了，还未出现？是啊，就连大阁领都没有露面。太皇太后突感凤体不适，今日百官赏赐，便交由来中丞，依照去年份例，酌情赏罚。臣遵旨。臣恭送陛下。那来某便暂代太皇太后，行赏罚百官去年功绩之职。来罗之如何能代赏罚百官之职啊？是啊，御茶司不过监察机构，怎能如此逾矩？这成何体统？太皇太后懿旨，你们还要让他老人家在病中忧心吗？你，还是你，你们想抗旨不遵吗？来中丞，下官是礼部主事，下官兵部令史。赏，赏，赏，赏！谢过来中丞。姑母，现在母后病重，却又不让任何人探视，贤王的禁足令又还没解，那来罗之一家独大。姑母，现在满朝一半的官员去来府拜了山头，剩下的一半在家等死，这朝堂眼看就要乱了。这朝堂未乱，你的心先乱了。心不定，神就散。姑母，我的心如何能定啊？不管什么时候，你都是当朝的公主，你慌什么？姑母，这当朝公主的头衔有几两重，你最清楚了。陛下到现在还不肯开口说话，
饶是御医说什么圣人语迟，要是陛下一直不肯开口了，如今母后又病重，若是有个万一，姑母那摄政王的位置，就成了掌握全朝命脉所在了。你想让我帮你？当然。你刚才自己也说了，这公主的头衔几斤几两重了。我修行多年，世间的事情我早已看透，不管发生什么，你只记住一句：辅佐好陛下。姑母，不急，一切才刚刚开始。欢郎，你是不是恨我呀？才夜夜噩梦来折磨我。你是不是也跟那些老臣那样，觉得哀家是牝鸡司晨了？欢郎，琪儿迟迟不肯开口说话，西臣、南郎又虎视眈眈，我一个人苦苦支撑着大仓王朝，我有哪一点对不起你啊？啊！太皇太后，如今朝堂不稳，您应多注意身体才是。无妨，多因国师一事，内忧外患，哀家难免心烦。朝堂之事，可安排妥当了？遵您懿旨，已由来中丞辅理朝中事务。来中丞上奏，望您勿忧国事，安心养病。好，我还记得，国师鞠躬尽瘁，现世前一刻，还在尽力为我大仓预言。但愿我们大仓的国运能像国师预言的那样，天下太平。快走，快走！窃云，窃云，快出来，快出来！怎么了，老板？关店！怎么大白天要关店啊？你一天关在家里，什么都不打听了吗？祸事大了！太皇太后病重，黑罗刹掌权，世道要变了。听说有几个反对来罗支的忠臣都被刺杀了。如此之世道，咱们还开什么店啊？朝野动荡，那不正是我们典纳行的商机吗？你糊涂啊！我问你，要钱重要还是要命重要？快，关店，关店！哦。来中丞如此阵仗来内卫府，
所谓何事？如今金氏一族收押在内卫府，却迟迟不予审理。沈大阁领难道以为太皇太后病重，便是你渎职懈怠的理由吗？内卫府还需要更多的证据。证据？我今天带来的就是证据。还请沈大阁领这就审理宣判。沈某怎么能凭一家之言，便就此宣判？你不判？好啊，我来判。来罗师，你是要公然藐视朝堂职权吗？内卫府的事，还轮不到平级的御茶司来越俎代庖。御茶司不行，我来罗之可以。别忘了，太皇太后可是许了我酌情赏罚百官之权的。禁军听令，内卫府审度，在太皇太后凤体欠安之际，渎职揽政，特此收押待审。怎么，敢跟大内禁军作对？沈大阁领这是要造反呢？你若杀了禁军首领，今日便会以谋逆之罪，让全内卫府上下一起陪葬。我看谁敢！来罗之，你竟然调来了禁军铁弩营。谁让禁军比内卫府识时务呢？内卫府不愿就范者，就地绞杀。剑都给我放下！请吧，沈大阁领。大人，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来中丞带着禁军围了内卫府，沈大阁领和内卫府所有的人都被押进了御茶司的监牢。来罗赤真的对沈大阁领动手了？真的，内卫府和御茶司一直是死对头。以来中丞一向的作风，如今恨不能将内卫府所有的人都株连九族，他才解气呢。来人！吴太明，你想干什么？你要把六娘交出去吗？抄家伙！是。门卫啊，把太皇太后给本官和严祖师的任命文书给我拿来。哎。他姓来的若是敢来拿人，我便要告诉他姓来的严信，不仅是内卫府大阁领夫人，更是太皇太后亲命的我刑部从六品主事女官。跟我走，把刑部大门给我堵死了！
这都多长时间了？那御茶司的人也没来啊！跟你说了多少回了，不要掉以轻心，不要掉以轻心。收着去。他也没来嘛，这不是？收。哎，谁？夫人，六娘，不是你哥，六娘，夫人，六娘，钟叔，开门。哎呀，五哥，夫人，钟叔，爹让我接你回严府，我们一家人护着你。五哥，多谢你们的好意。钟叔，今日我还是回沈府。夫人，请。我言幸，谢谢各位同僚。夫人，请。这还是我们威风八面的沈大阁领吗？我都不敢认了。沈度，你当真不聪明。你的嘴是真硬啊！我御茶司什么样的钢铁硬汉没有见过？即便行用下来，若是不想开口，便只能求死。可你居然还能用这样的目光瞪着我，倒是真不枉我这么多年来一心将你当作对手。御茶司的刑具果然名不虚传，我沈度此生也算是体验过了。你这么有本事，若是真让你死了，岂不可惜？坊间称你做白无常，叫我做黑罗刹。你我二人若是珠联璧合，黑白无常联手，这天下还有谁能奈何你我？我沈度大好男儿，和你这样的人相提并论，是本阁领的耻辱。你不愿意？世人皆传，你我二人是太皇太后的左臂右膀，可你知不知道，她早就疑心你我二人居心叵测，让你我二人互相监视，彼此残杀，而她好坐享渔翁之利。毕竟她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的女人，世人皆在她鼓掌之中。你是，我是。
当年的沈家义士，难道没有人告诉过你，当年沈家被害是太皇太后亲手策划的？而你这个蠢货，却跪在沈家几十口人的鲜血上，给真正的仇人做了这么多年的走狗。证据呢？证据？你别骗你自己了。我猜你这些年，多多少少也该意识到，沈秉烛当年的通敌叛国案，前前后后落井下石不止一个人。为什么？因为大家都知道是太皇太后要他死。几十口人，一个不留，只留一条走狗。你胡说！你胡说！你胡说！是的，你看到了，火娥就是我才是火娥门真正的主人。沈都，你见识过火娥门的力量，何不与我共谋大事？夫人，夫人，香安城现在已经是来罗支的天下了，多少反对他的官员被暗杀，您这一路前去，务必要多加小心呐。沈老管家，无论今日前去的一路上有多少困难，我都不会退缩。沈家当年那一幕不会重演，我言谢一定要进宫向太皇太后申冤。记得给我留门。是。
夫人。田姓，你知趣点，不要再往前走了。若我不从呢？你们便打算继续当街刺杀朝廷命官吗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你没事吧？六娘，去做你想做的事。笨蛋眼六娘，想救你男人就快点，多谢。走。微臣，刑部从六品都官主事严姓，状告来信佞臣，专权弄权，颠倒黑白，冤枉内卫府大阁领审度。大阁领审度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，请太皇太后还审度清白。微臣，刑部从六品都官主事严姓，状告来信佞臣，专权弄权，颠倒黑白，大阁领审度忠心耿耿，日月可见，请太皇太后还审度清白。太皇太后如今谁都不见，你回去吧。一切皆有定数，你这样是徒劳。微臣，刑部从六品都官主事严姓，状告来信佞臣，专权弄权，颠倒黑白。求太皇太后还审度清白。许帅，你说我今天算不算是女侠了？算，当然算。笑什么？我在想，这样的女孩子，怎么会想当女侠？因为只有女侠，才能配得上大侠。哦，对了，你的彩礼攒得怎么样了？啊？你做议良帅这么多年，不会一点家当都没攒下来吧？等此件事了，我一定给你办一场盛大的婚礼，让全天下的议良人都来庆贺，让你风风光光的出嫁。真的？当然了。是议良人兄弟的求救烟花，在城外。
帅，别怕。你们这帮宵小之徒，休想伤到我！听我命令，跑！跑！对，回城去找江郎行，带着伊良人出城支援。这是伊良帅的命令，不得违背。是。不对，徐大哥根本不是要我找联军，他明知道来不及。他是要掩护我一人逃生。你的风光婚礼，怕是要吃月了。你叫我什么？父。好，如今朝中大权都已在我的掌握之中，只有这帮不识时务的义良人，总是那么不受控制。剩下那些酸腐的文人，可比这些杂碎好吓唬多了。这下义良人群龙无首，自然成不了什么气候了。哼，义良帅已死，内卫府的大阁领
也该认清现实了。带我来这里做什么？如此冬夜，带大哥令来此，赏些别样的风景。要不是知道颜六娘是张相派到你身边的细作，我还真要为你们夫妻情深掬一捧同情泪呢。你的这位夫人，今日为了你，可是勇闯宫门，在大雪地里跪了整整1天。来中城深夜带我来此，不只是陪我看我夫人吧？我是嫉妒你，怎么总有那么多人愿意为你前赴后继？哦，你可能还不知道吧？为了护你夫人进宫，义良帅和他的女人还搭上了性命，真是可悲可叹。沈大阁领，我想这些天下来，天下将来局势如何，你心中也该有答案了吧？沈大阁领可还记得，当初我送你那瓶心头血时，你曾答应过我一个条件。无论你是真心或是假意，我都需要你站在我这边。当然，那就好。来某一直相信，沈度绝不是言而无信之人。夫人，不过是落了一些雪，只可惜今日没能见到太皇太后。
我明日会再去求见的。沈都，你回来了，是太皇太后放你回来的吗？是来忠诚。来忠诚，来罗真愿意放你回来了。他居然大发善心。你的脸怎么了？让我看。夫君，你怎么了？莲幸，你我和离吧。你说什么？你我和离。和离？为什么？你是不是遇到什么危险了？是不是来罗镇拿什么逼你了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儿？沈都，你忘了，我是颜六娘。我是刑部都官主事，虽然品级不高，但也是经历过诸多大案的当朝女官。我从来都不是需要靠夫君来呵护庇佑的菟丝蒲苇，我是能站在你身侧，跟你一起遮风挡雨的山石林木。我颜六娘不怕事，不怕困难，无论发生了什么，我都能跟你一起共同面对。你是不是怕连累颜家？沈都，若是来罗之一心想要对付我们，就算你我和离，他也不会放过颜家的。若我们想护住他，不如我们一起想想办法，比如送颜家众人离开襄安避祸，还有。颜六娘，不是因为颜家，更没有人来威胁我。其实原因很简单，就是经历了这段时日，我想明白了，沈府历经风雨，需要的是一位知书达理、能相夫教子的主母。你既不能为我提供温柔节律的无忧后宅，又不懂以夫为天，事事争强好胜，爱出头，是非可与我共度余生的良人。